Hello，大家好，我是 Nancy。我之前呢做过一期达拉斯住哪儿好的视频。那我今天呢想再做一期，就是你搬来达拉斯之前，需要了解的视频。这样的话呢，帮助你做出决定，达拉斯是不是真的适合你？我主要是通过6个方面啊：气候、地税、交通、饮食、教育、文化。第一点呢是天气，就是天气炎热，然后还容易过敏。那这个天气炎热呢，最开始在我看来是优点，因为我是从 Chicago 当时是极寒的天气，然后过到达拉斯之后，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裙子上班，觉得是一个享受。但是呢，我们这的夏天确实很长，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份。那这个夏天意味着就是经常会出现90几度的气温。那今年可能这2年稍微好一点，因为只要有雨水，我们这儿可能气温达不到90多度。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从5月份到10月份都是夏季。然后呢，说到过敏，虽然我个人不属于过敏体质，就不过敏，但是如果要是过敏体质的，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们这边呢，就是很容易花粉过敏。大平原嘛，就是花粉一吹，然后降不下来，所以呢，就是怕热还有过敏体质的朋友，在考虑搬来达拉斯之前，要想一下这是不是一个问题。第二点呢，就是地税。众所周知，我们达拉斯的房子还是比较便宜的，但是持有成本你们要考虑好了，持有成本并不低，因为我们的地税呢，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夸张的高了。现在，比如说，咱们主要的 Frisco 啊，1.69啊，然后这个地税听起来还 OK，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地税是每年评估的，地税的 base，所以说你买的时候，举个例子，你买的时候是30万，那你10年之后如果变成七八十万的话，那你交税的时候不是因为加州那边他们都习惯了。按照他一开始初始买的那个价格来作为税基来交税。我们德州是每年评估，虽然作为自住房呢，它会有个 cap 10%，但是这个还是挺可观的，就是等于哪怕不完全是市场价，比市场价稍微低一点，但是它就是跟着市场走的，所以你的地税就是，如果要是市场听起来好像很好，年年在涨，但实际上呢，作为自住房，你并没有从中受益，可是你每年交的地税是年年在涨。第三点是交通，因为在我们达拉斯是没有公共就是不能说没有吧，基本上算是没有，非常有限。所以你去上班一定是要开车上下班。那我们的南北就是一个是75，然后一个是 tollway。那这2条呢，包括121，在上下班的时候是很堵车的。就是你正常你要看到从工作地点到你上班地点的时间，如果在上下班时间，你至少要多打出来50%的时间。所以这是我们达拉斯的一个交通的一个问题，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交通是什么情况。那我跟大伙分享一下，小窍门就是你早晨或者是就是早高峰或者晚高峰，然后你用 Google 地图看一眼你打算工作的地点跟你打算住的地儿是不是就是那个时间 commute 的时间跟你一开始以为的是一样吗？第四点说一下饮食啊，我以前专门做过一期达拉斯的饮食。我们达拉斯的饮食，说实话，水平真的是挺高的，我觉得跟国内很多地方比差别不大。尤其是火锅，我们是什么火锅都有，火锅、烧烤，但是呢，还有麻辣的东西。可是如果喜欢清淡饮食的，就是餐饮啊，在我们这边就比较有限了。最近倒是开了2家上海餐馆，然后广东馆就是那个推车的那种早茶店啊，在北面，我们北达拉斯地区只有1家了现在。所以，如果很喜欢清淡饮食的，想经常周末去解馋一下的，那在我们这儿是稍微的受限一些。下面再说一下教育，因为很多朋友来我们达拉斯是知道我们这边慕名而来，知道我们这边的教育水平很高。那一正一反吧，那你也要知道，就是我们这边是超级卷的，特别是西 Plano 和 Frisco 这2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卷，就是卷王吧。如果要是你们比较了解，比如说北京的海淀啊，或者是加州的尔湾啊，那都是一个级别的。所以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这边非常各方面条件非常好的学生呢，后来去了 UT，然后去了 UT 之后，就说比其他学区过去的小孩有点像碾压级别的，就是在学习的能力上。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学区啊，不是华人这么集中的学区，或者是亚裔这么集中的学区，跟你水平相当的小孩可能进入了就是比如说前20的大学呀，
你没有遇见在公立大学里，这也就是为什么？但是呢，因为如果我们这边的小孩就是在 Plano 或者是 Frisco 上去，有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你要对我们这儿的卷，就是好学区的卷，有个心理准备。如果进入这两个学区，当然了，我们这边也有不卷的地方，比如说我住的 McKinney，咱们今天就不再详述这个学区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找我1对1的咨询。虽然我不是升学顾问，但是因为孩子在这边从出生然后到上大学非常了解。那最后再说一下文化，相比东西海岸，东海岸有人文景观，西海岸有自然景观。那我们达拉斯地区呢，人文景观基本上是博物馆什么的，那就是非常的像跟东部比起来太小，无见大屋了。那自然景观呢，我们没有山，其实不只是我们没有山，我们整个德州都没有山，没什么山，所以德州的 National Park 就是 Big Bend，在其他的州可能连 State Park 只能勉强算上，但是我们德州就那么一个 National Park，那达拉斯地区呢就更平了，所以我们的就是地势非常平，然后呢没有山。那我们这儿的景色呢是有一点水的，因为我们这边倒是确实有很多人工湖，所以像喜欢山还有喜欢人文景观的，来到达拉斯之前，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搬过来。你从东西海岸过来，那些福利就没有了。所以说呢，达拉斯到底适不适合你？因为每家的情况都不一样，而且搬家是个大事儿，大伙生活方式也不同，所以我希望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有所启发。还有就是如果要是真的打算搬来达拉斯，正在考虑，那可以留言跟我讲你的情况，那我可能因为每家情况不一样，我们可以给你更综合的建议。好的，谢谢收看。